照料他母12年。春节那天我提了轮岗，往后咱们轮流照顾母亲吧。全家慌了。12年，整整12年，我一个人伺候瘫痪在床的母亲。可春节那天，兄弟姐妹刚到家，我妈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数落我。你看看你，菜做咸了，衣服洗不干净，还总是冷着脸，一点都不如你姐姐贴心。我姐笑眯眯的接话：妈，您辛苦了，忍受她这么久。她1年回来一次，每次待3天。我弟在旁边点头。就是，咱妈跟着姐真是受委屈了。她5年没回过家，我擦了擦手，平静地说：既然我照顾的不好，那就兄妹几个轮着来吧，1人1年。话音刚落，客厅瞬间安静了。我妈脸色大变，我姐和我弟都慌了。12年，整整12年，我一个人伺候瘫痪在床的母亲。春节那天，阖家团圆，我炖了鸡汤，烧了鱼，炒了满满一桌子菜。兄弟姐妹刚到家，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电视，嗑着瓜子。我端上最后一盘菜，解下围裙，准备坐下喘口气。母亲的声音从饭桌那头传来，她指着一盘凉拌黄瓜：文静，跟你说过多少次，我口淡，吃不了咸。这盘菜是特意为她做的，几乎没放盐。妈，您别生气，我尝尝。她放进嘴里，嚼了2下，立刻夸张地皱起眉头。哎呦，是有点咸了。文静啊，你怎么做事儿的？妈的口味你还不清楚吗？我看着她，没有说话。她1年回来一次，每次待3天，像个尊贵的客人。我弟文涛在旁边用力点头，嘴里塞满了红烧肉。就是，咱妈跟着姐真是受委屈了。他5年没回过家，上一次见他还是在父亲的葬礼上。母亲听了他们的话，像是找到了盟友，叹了口气：菜做咸了，衣服也总是洗不干净。你看看你，这领口都黄成什么样了，让他给我翻个身，跟要了他的命一样，总是冷着一张脸，真是一点都不如你姐姐贴心。妈，您辛苦了，忍受她这么久。他说着，还给我投来一个责备的眼神，仿佛我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我看着他们一唱一和，看着我妈脸上那副理所当然的委屈，心里某个地方好像有什么东西彻底碎了。12年，4380天，我每天5点起床，给她擦身、换尿布、做早饭。她的每一口饭都是我吹凉了喂到嘴里，她的每一件衣服都是我用手搓洗。因为瘫痪，她肌肉萎缩，夜里要翻身好几次。我不敢睡沉，12年来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我今年38岁，没有婚姻，没有事业，没有朋友，我的世界只有这间屋子和床上那个永远不满意的母亲。我以为我的付出，她总能看到。我以为血浓于水，他们总会念我的好。原来都是我以为。在他们眼里，我所有的付出都比不上一句贴心的话，比不上一次短暂的探望。我的辛苦是理所应当。我的存在就是为了服务他们，服务这个家。厨房的水龙头没关紧，还在滴答作响，一滴一滴，像是敲在我即将崩塌的理智上。我站起身，走进厨房，拧紧水龙头，世界安静了。我拿起挂在墙上的毛巾，慢条斯理地擦干净手上的水，一遍又一遍，直到指尖都有些泛红。再走出来时，客厅里的气氛依旧温馨和谐，他们还在围绕着我照顾不周这个话题对我进行批判。我走到饭桌前，目光平静地扫过他们每一个人，我妈期待的眼神，我姐带着笑意的嘴角，我弟漫不经心的表情。我平静地开口，声音不大，却像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湖面。既然我照顾的不好，那从今年开始，就兄妹几个轮流赡养吧，1人1年，很公平。话音刚落，客厅瞬间安静了，电视里的欢声笑语显得格外刺耳。我妈脸上的表情凝固了，从委屈变成了错愕，然后是震惊。我姐文兰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我弟文涛嘴里的瓜子都忘了嗑。他们3个人像3尊被按了暂停键的雕像，慌了，死一样的寂静，空气仿佛凝固了，压得人喘不过气。最先打破沉默的是我妈。文静，你这是什么态度？大过年的，你是要造反吗？我看着她，眼神没有丝毫波澜。我没有造反，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并且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既然你们都觉得我照顾的不好，让妈受了委屈，那换你们来照顾，不是理所应当吗？我的语气太过平静，平静的不像是在争吵，而是在主持一个家庭会议。我姐文兰终于从僵硬中反应过来，她连忙放下筷子，脸上起出惯常的和事佬笑容。文静，你怎么回事？大过年的说这些话干什么？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说话直了点儿，你别往心里去啊。我们都知道你辛苦，都知道你为这个家付出最多。他的话说的滴水不漏，既安抚了母亲，又像是在给我台阶下。换做以前，我可能就顺着这个台阶下来了，我会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说一句没事，然后这个年就在这种诡异的氛围中继续下去。但今天我不想了，我不想再演一个顾全大局的孝女。就
因为我没结婚，没工作，所以我就活该被捆在这里12年。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钉进他们虚伪的借口里。他们被我问得哑口无言。我妈看2个帮手败下阵来，急了，她开始拍桌子。我不活了！我不管，我谁都不跟。文静，你就是嫌弃我了，嫌弃我是个累赘了。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啊？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客厅里顿时一片混乱，文兰和文涛赶紧过去安抚她。妈，您别这样。文静她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静静地看着这场闹剧，等我妈的哭声稍稍小了一点，我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间。那是我和母亲的房间，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我的东西少得可怜，我从书桌最底下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然后我走回客厅，把笔记本放在了饭桌。啪的一声，不算响，却让所有人的动作都停了下来，他们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个陈旧的笔记本上。我妈止住了哭声，警惕地问：“这是什么？”账本。我回答，我翻开第1页，上面用黑色的水笔清晰地记录着每一笔开销。12年前，爸刚走，妈瘫痪，你们俩一个说要打拼事业，一个说要外出闯荡，家里的5万块存款，你们一人拿了2万，给我留下了1万和瘫痪在床的妈。这12年，妈每个月的医药费平均是2000块，进口的成人纸尿布1天3片，1片8块，1个月是720块。特制的营养液1天1瓶，1瓶30，一个月是900块，还有理疗、复健、特殊护理用品。我每说一项，文兰和文涛的脸色就白一分。这些年，为了省钱，我学着自己给他做理疗，学着给他打针。我没买过1件新衣服，没用过1瓶化妆品，家里所有的开销1分1毫都记在这里，总共是58万6740块，除去那1万块。还存57万6740块，你们2个人一人承担1半，就是28万8370块。钱我不跟你们要，你们只需要从今年开始履行你们做子女的义务。所以，谁先来？姐，还是你？文涛。客厅里连呼吸声都听得见。我姐文兰看着账本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嘴唇都在发抖。我弟文涛的脸色比桌上的白切鸡还白。28万，这个数字像一座山，瞬间压垮了他们所有的借口。文兰深吸一口气，试图做最后的挣扎。妈，您看看文静，他这是要跟我们算总账啊！一家人哪里能算得这么清楚？这是要逼死我们啊！就是啊，妈，我们这些年难道没管过吗？我每年不都给你打钱了吗？我看着他，觉得可笑。你打钱？每年过年，微信上发一个200块的红包，这就是你说的打钱？这200块够妈1天的药钱吗？文涛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我妈被他们一唱一和，再次找到了主心骨。文静，你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我白养你这么多年了，你心里只有钱，你是不是早就盼着我死了？他的话像一把刀子，狠狠插进我的心里。虽然那颗心早已千疮百孔，我看着他，忽然笑了。妈，你别激动，激动对身体不好。我不是要跟你们算账，我只是想让你们明白一件事儿：赡养父母是每个子女的责任，不是我一个人的。过去12年，你们缺席了，我不追究，但从今天开始，你们不能再缺席了。文静，妈知道你辛苦，妈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别跟妈计较，我离不开你呀。他们男人家粗手粗脚的，哪里会照顾人？我就跟着你，我哪儿都不去。这番话他说的情真意切，要是在1小时前，我一定会心软，但现在不会了。信任和情分就像这桌上的菜，凉了就再也捂不热了。妈，您说晚了，您不是离不开我，您是离不开一个免费的24小时待命的保姆。但现在，这个保姆不干了。说完，我不再看他们，我转身再次走回我的房间，身后是文兰和文涛惊慌失措的呼喊：“文静，你干什么去？”姐，你别冲动啊！我没有理会。房间里，我打开衣柜，我的衣服只有寥寥几件，都是些旧的，洗得发白的。我拿出一个行李袋，那是我很多年前买的，一次都没用过。我把几件换洗的内衣和外套放了进去，然后我拉开书桌的抽屉，拿出我的身份证、户口本和一张存折。存折上是我这些年靠着给人做手工活偷偷攒下的3000块钱，这是我全部的家当。我把行李袋拉上，走出了房间。客厅里3个人都用一种看疯子的眼神看着我。我走到茶几前，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
这是家里的钥匙，我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以后我就不在这里住了。至于妈，从明天开始就交给你们了。你们是想请护工，还是自己照顾？是送去养老院，还是轮流接回家？你们自己商量。账本我留给你们，你们慢慢看。我拉起行李袋，走向门口，手刚碰到门把手。你敢走？你今天要是敢踏出这个门，我就死给你看！我停下脚步，却没有回头。妈，我走了，你也许还有姐姐和弟弟照顾。可我要是不走，我这辈子就真的死了。我打开门，外面的冷风灌了进来，吹在脸上，很冷，却让我觉得无比清醒。我没有再犹豫，一步踏了出去。然后我关上了门，砰的一声，将12年的噩梦和屋子里那3个人的惊慌与咒骂彻底隔绝。门在我身后关上，世界前所未有的安静。我自由了。我站在老旧的楼道里，声控灯没有亮，邻居家门上贴的红色福字在黑暗中像一只模糊的眼睛。我能听到屋里传来的我妈尖锐的叫骂声，夹杂着我姐我弟惊慌的劝阻。那些声音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听得见，却再也刺不进我的心里。我拉着我的小行李袋，一步一步走下楼梯，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响，一下一下踩碎了过去，也走向了未知。外面真冷，凛冽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裹紧了身上单薄的外套，这是我最好的一件衣服，穿了5年。天空中有零星的烟花炸开，绚烂美丽，却也转瞬即逝，就像我曾经幻想过的美好生活。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一个人，一个行李袋，显得那么孤单。可我的心却像是被放飞的气球，拼命地往上飘，轻松自由。我不知道要去哪里，这个城市这么大，却没有我的容身之所。我的朋友在12年的禁锢中早已断了联系。我掏出手机，一部很老旧的智能机，屏幕上还有裂痕。打开地图，搜索附近的旅馆，一家叫温馨旅馆的快捷酒店跳了出来，距离这里步行15分钟，价格1晚128。我看着我存折上那可怜的3000块，这是我全部的财产。咬了咬牙，我决定了，就去那里。我需要一个地方，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地方，哪怕只有1个晚上。我拖着行李，顺着导航往前走，路过一家家灯火通明的窗户，能看到里面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年夜饭，看着春晚，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曾几何时，我也渴望这样的温暖，但现在我只觉得刺眼。手机开始疯狂地震动，屏幕上跳跃着我姐文兰的名字，我没有接，任由它响着，直到自动挂断。很快，文涛的电话又打了进来，我依旧没有接，接着是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我知道那是我家里的电话，大概是我妈让他们用座机打给我的。我划开屏幕，按下了关机键，整个世界彻底清静了。15分钟后，我站在了温馨旅馆的前台，前台是一个打着哈欠的小姑娘，她大概没想到大年30的晚上还会有人来住店。一个单人间。我把身份证递给她，她接过，看了一眼，又抬头看了看我，眼神里有些诧异。我猜我此刻的样子一定很狼狈，头发凌乱，脸色苍白，眼神空洞。120。他说着开了票，我用手机支付了房费，还交了100块押金。拿到房卡的那一刻，我的手有些抖，房卡冰凉，却像是攥着新生的钥匙。房间在3楼，很小，只有1张床，一个床头柜，一个卫生间，但是很干净，床单是白色的，散发着消毒水的味道。我把行李袋放在地上，没有开灯，直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窗外是城市的夜景，万家灯火，霓虹闪烁，那么远又那么近。我站了很久很久，直到双腿都有些麻木。然后我走进卫生间，打开花洒，温热的水流从头顶浇下，冲刷着我的身体，也冲刷着我12年的疲惫和委屈。我蹲在地上，抱着膝盖，放声大哭，哭声被水声掩盖。这是12年来我第一次为自己而哭。我不知道哭了多久，直到身上再也没有力气。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没有母亲的身影，没有无休止的翻身，没有提心吊胆的夜晚，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呼吸，我的心跳。我掏出手机，重新开机，一瞬间，无数的未接来电和微信消息涌了进来，全是文兰和文涛的。我点开微信，文兰，文静，你跑哪去了？快回来，妈快急疯了。文兰，大过年的你别闹脾气，有什么事我们好好说。文涛，姐，你赶紧回来吧，妈晚上的尿布谁换啊？文涛，你把妈就这么扔给我们，你还有没有良心？我看着那些文字，面无表情。然后我点开家庭群，群里只有我们4个人。我发了一句话，我的条件已经说了，赡养母亲，1人1年，你们商量好谁先来，再联系我。商量好之前，不要再给我打电话。说完，我退出了群聊，拉黑了他们3个人的所有联系方式。做完这一切，我把手机扔到一边，拉过被子，蒙住了头，一夜无梦。这是12年来我睡得最安稳的一觉。我走了，屋子里的3个人彻底傻了眼。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文兰，她一个箭步冲到门口，使劲拧动门把手，门被反锁了。文静，文静，你开门，你把话说清楚再走。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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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疯了吗？大过年的你往哪儿跑啊？你快回来！起初的愤怒已经变成了无法抑制的恐慌。他从来没想过，那个一向任劳任怨、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女儿，他真的走了，而且走得这么决绝。反了，他用手拍着桌子，反了，真是反了天了！这个白眼狼，他就是想逼死我。文兰和文涛叫了半天门，没有任何效果，只好放弃了。怎么办？他手机也不接。文涛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我怎么知道怎么办？这不都是你惯的吗？平时妈说他2句，你就在旁边和稀泥。现在好了，人家翅膀硬了，直接飞了。你怪我？文涛，你5年没回过家了，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我再怎么说，每年还回来看看妈。你呢？你除了过年发个200块的红包，你还为这个家做过什么？我那是工作忙，我不挣钱，你们吃什么喝什么？说的好听，你挣的钱给我们花过1分吗？妈的医药费你出过1毛吗？够了！你出过1毛吗？你够了！母亲一声怒吼，打断了他们的争吵。她胸口剧烈的起伏着，指着他们俩，嘴唇哆嗦。都给我闭嘴！现在是吵架的时候吗？还不赶紧把那个畜生给我找回来！文兰和文涛被吼得一愣，都安静了下来。对啊，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把文静找回来。没有文静，谁来照顾妈？这个念头像一盆冷水浇在他们心头。晚饭还没吃完，桌上的菜已经凉了，谁都没有心思再动筷子。电视里还在放着春晚，小品演员的笑声显得格外讽刺。一阵奇怪的声音从母亲的方向传来，文兰和文涛对视一眼。妈，您怎么了？文兰小心翼翼地问，母亲的脸涨得通红，眼神躲闪，表情尴尬。我要上厕所，我要上厕所。两个人都愣住了。上厕所这3个字，在过去12年里，都是文静一个人的事。那怎么办？我是个男的。他们只知道母亲瘫痪了，吃喝拉撒都在床上，但具体是怎么操作的，他们一无所知。文兰有些无措，那怎么办？文涛更是把头扭向一边，满脸嫌恶。我是个男的，不方便。就在床底下。文兰只好硬着头皮走进那个熟悉的属于母亲和文静的房间。房间里一股复杂的味道扑面而来，药味、消毒水味，还有难以言喻的排泄物的味道。文兰皱了皱眉，她找到了床底下的便盆，塑料的，很旧。她拿着便盆走出来，一脸为难。妈，这怎么用啊？母亲简直要被他们气死。你把我抱到轮椅上，推到卫生间去。文兰看着母亲萎缩的身体，面露难色。她常年坐办公室，细皮嫩肉，哪里有力气？文涛，你来。她只好求助弟弟。文涛一脸不情愿地走过来，两个人一左一右架着母亲的胳膊，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她从椅子上挪到轮椅上。母亲因为身体僵硬，被他们弄得很疼，嘴里不停地呻吟。推到卫生间，更麻烦的事情来了，怎么把母亲从轮椅上再挪到马桶上？卫生间空间狭小，轮椅都快转不过身，两个人手忙脚乱，笨手笨脚。最后，文涛一咬牙，用了个公主抱的姿势，才把母亲抱了起来。母亲发出一声惊呼，文涛自己也因为用力过猛，脚下一滑，差点摔倒。好不容易把母亲放在马桶上，文兰和文涛都出了一身汗，气喘吁吁。好了，你们出去吧。母亲有气无力地说，两个人如蒙大赦，赶紧退了出去，关上门，站在门外。他们俩面面相觑，脸上都是掩饰不住的狼狈和震惊。原来仅仅是上一次厕所就这么麻烦。那12年4000多个日日夜夜，文静到底是怎么过来的？那个厚厚的账本还静静地躺在饭桌上，上面的每一个数字，此刻都像是烧红的烙铁，烫着他们的心。第2天，大年初一，我被窗外透进来的阳光叫醒，睁开眼，看着陌生的天花板，我有一瞬间的恍惚，然后我才想起来，已经离开家，自由。我伸了个懒腰，感觉浑身的骨头都在叫嚣着舒爽，这种睡到自然醒的感觉太久违了。我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上午9点半。要是在以前这个时间，我早就已经给母亲擦完身，喂完早饭，甚至开始准备午饭了。想到这里，我不禁笑了。从今天起，这些都与我无关了。我慢悠悠的起床，洗漱，看着镜子里那个面色憔悴、眼下有着浓重黑眼圈的女人，我对自己说：文静，新的一年为自己活。我换好衣服，走出了旅馆。早上的空气很清新，街上的店铺大多都关着门，行人稀少。憔悴，眼下有着浓重黑眼圈的女人，我对自己说：文静，新的一年为自己活。我换好衣服，走出了旅馆。早上的空气很清新，街上的店铺大多都关着门，行人稀少。我找了一家还在营业的早餐店，点了一碗热腾腾的豆浆，2根刚出锅的油条。我慢慢的吃着，豆浆很甜，油条很脆，这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顿早餐，因为这是我用自己的钱为自己买的。吃完早餐，我没有急着回旅馆，而是在街上漫无目的的闲逛。路过一家服装店，橱窗里挂着一件红色的呢大衣，很漂亮，款式也很新颖。我鬼使神差的走了进去，店里只有一个导购员，见我进来，热情的迎了上来。
美女，新年好啊！看看衣服，我想试试那件。导购员帮我取了下来，我脱下身上那件旧外套，换上了新大衣。站到镜子前，镜子里的人让我觉得有些陌生，红色的呢子衬得我的脸色都红润了不少，剪裁得体，显得人也精神了许多。真好看，美女，这件衣服就……镜子里的人让我觉得有些陌生，红色的呢子衬得我的脸色都红润了不少，剪裁得体，显得人也精神了许多。真好看，美女，这件衣服就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导购员在旁边夸赞道。我看了看吊牌，1280块，这个价格几乎是我存款的一半。我犹豫了，12年的节俭已经刻进了我的骨子里。可是看着镜子里那个焕然一新的自己，我忽然有了一种冲动。为什么要犹豫？我辛苦了12年，难道不配拥有一件好衣服吗？就要这件了。我拿出手机扫码付款，走出服装店的时候，我把旧外套直接扔进了垃圾桶。穿着崭新的红色大衣，我感觉自己的脚步都轻快了许多。回到旅馆，刚打开手机，一个陌生的号码就打了进来。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文静，是我姐文兰的声音，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没有了昨天的盛气凌人。有事吗？我淡淡的问。你现在在哪里？我们见一面吧，好好谈谈。没什么好谈的，我的条件已经说了。文静，你别这样。昨天晚上一晚上，妈都没睡好，一直在念叨你。我和文涛也折腾了一宿，我们真的不会照顾人。妈昨晚起夜，文涛抱她的时候还差点摔着。我听着，心里没有丝毫波澜。现在知道辛苦了，早干什么去了？那是你们的事儿，和我没关系。怎么能没关系呢？那是我们共同的妈。那你过去12年怎么没想过她是你妈？我冷笑着反问。电话那头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文兰才重新开口，语气软了下来。好，文静，我承认，过去是我们不对。一会儿，文兰才重新开口，语气软了下来。过去是我们不对，我们忽略了你的感受，也推卸了我们的责任。你先回来，我们给你钱，行不行？你开个价，1个月给你多少钱，你才愿意去照顾妈？我听着他的话笑了，终于收到钱了。姐，你好像没搞明白，我不是要钱，我是要你们履行自己做子女的义务。我的人生不能永远耗在这个家里，我也38岁了，我也想有我自己的生活。要么你们就接受我的提议，1人1年；要么你们就把妈送去最好的养老院，费用你们2个平摊。没有第3个选择。我说完，直接挂了电话。我靠在床头，看着窗外的天空。我知道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但这一次我不会再退缩了。我挂断电话后，房间里再次恢复了安静。文兰的提议在我意料之中，在他们看来，我12年的付出是可以明码标价的，只要钱给到位，我就会像过去一样，继续做那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保姆。他们不懂，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想懂。我想要的从来都不是钱，而是尊重，是公平，是一个人该有的自由。手机放在床头，没有再响起。我知道他们肯定在开家庭会议，商量着该用多少钱来买断我接下来的人生。我懒得去想，打开房间的电视，随便找了个电影看，是部老喜剧片，我看得津津有味，时不时笑出声。这种完全放松、不被打扰的时光，对我来说太奢侈了。下午3点多，又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归属地是老家的，我猜这应该是他们搬来的救兵。我接了，喂，是文静吗？电话那头是一个苍老而熟悉的声音，是我姑姑，我父亲唯一的妹妹。姑姑，新年好。文静啊，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大过年的，怎么能跟家里人闹别扭，还离家出走呢？我刚给你姐打电话拜年，才知道这事儿。你妈都快被你气出心脏病了，你知道吗？她身体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陈文静，怎么还这么不懂事儿？他的话像一盆脏水，兜头盖脸的泼了过来，不问前因后果，不问我12年的委屈，上来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指责。我忽然觉得很可笑。姑姑，您知道我这12年是怎么过的吗？姑姑知道你辛苦，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我们都看在眼里。他的话术和我姐文兰如出一辙，先肯定你的辛苦，然后让你继续辛苦下去。你们只看到我应该做的，你们没看见我的声音冷了下来。你们只觉得我妈可怜，却没人问过我可不可怜。文兰和文涛是他的孩子，我也是。凭什么他们的事业和家庭是天经地义，我的牺牲就是理所应当？姑姑，您也是女人，您觉得这公平吗？我的话问得他哑口无言，他大概没想到一向温顺的我会说出这么尖锐的话。你看你哥和你嫂子，他们俩感情那么好，你哥又那么能干，你就别胡思乱想了啊！姑姑，如果是文兰给你打的电话，
请你转告他，不要再找任何人来劝我了。我的条件不会变，要么他们回来轮流照顾，1人1年，要么就一起出钱把妈送去最好的养老院，让他们自己选。如果他们只是想找人来说教我，那就免了。我不想在新年的第一天就跟人吵架。说完，我没等他回话就挂了电话，然后果断地将这个号码也拉黑了。我知道这通电话只是开始，将有无数亲戚道德绑架、亲情逼迫。他们会骂我不孝、冷血、自私。没关系，如果争取人生就是不孝，如果不被压榨就是冷血，如果渴望自由就是自私，那我就当这样的人。我的人生不再为别人活。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心里第一次升起一股战斗的欲望。来吧，不管你们用什么招数，我都接着。这一次，我绝不后退。姑姑这条路被我堵死了，文兰和文涛大概是没辙了。一整个下午，我的手机都安安静静，这让我有些意外。以他们的性格，不应该这么快就放弃。我不知道，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晚上7点，我正准备叫个外卖，文涛的电话用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我一接通，就听到他压抑着怒火的声音：“陈文静，你到底想怎么样？”他连姐都不叫了，直呼我的名字。我的要求已经跟文兰说得很清楚了。你别给我扯那些没用的。文涛的声音听起来很暴躁。我问你，回不回来？不回。我回答的干脆利落。好，好得很。他怒极反笑。陈文静，我真是小看你。你以为你躲在外面，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了？我告诉你，这房子是爸妈的名字，你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不就是仗着有个地方住吗？你要是再不回来，我们就把这房子卖了。我看到时候你睡哪条大街去？他说完，似乎在等我的反应，等我的惊慌，等我的恐惧，等我的求饶。然而我只是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轻轻地笑了。卖房子？好啊。我的回答让他始料未及，电话那头甚至能听到他倒吸一口凉气的声音。你说什么？我说好啊。我重复了一遍，语气轻松的像是在谈论天气。这房子确实是爸妈的婚内共同财产。我爸走了，他那一半就成了遗产。按照继承法，奶奶已经过世，那么继承人就是我妈、我、文兰还有你，我们4个人平分我爸那一半的产权。也就是说，这套房子我有1/8的继承权。你们要卖，我没意见。卖了房子的钱，麻烦把我该得的那一份折现给我。正好我最近手头有点紧，需要一笔钱开始新生活。你们动作快点，我等着拿钱。我条理清晰的将这番话说完，每说一个字，电话那头的呼吸就急促1分。等我说完，文涛已经彻底懵了。他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他用来威胁我的最大筹码，竟然被我当成了一个好消息。他你了半天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怎么？还有别的事儿吗？我好整以暇的问。没事的话，我挂了，我还要吃晚饭。恼羞成怒的吼道：“陈文静，你别得意！你以为我们真不敢卖吗？你等着，你1分钱都别想拿到！”好啊，我等着。我说，不过我提醒你一句，买卖房产需要所有产权共和人签字同意，没有我的签字，这房子你们卖不掉。到时候别威胁不成，反而惹一身麻烦。说完，我直接挂了电话，将这个号码也拖进了黑名单。我靠在床头，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心里说不出的痛快。釜底抽薪，他们太小看我了。这12年，我虽然被困在那间屋子里，但我没有放弃学习，照顾母亲的间隙，我看了很多书，法律、理财、心理学。我曾经以为这些知识这辈子都用不上了，没想到他们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成了我最锋利的武器。他们以为我是温顺的绵羊，可以任由拿捏，他们错了。兔子急了也会咬人，我不是兔子，我是一头被囚禁了12年的狼。现在我终于挣脱了牢笼。我要让他们知道，我陈文静不好惹。和文涛的这次通话彻底打碎了我对这个家最后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不仅自私，而且愚蠢，甚至恶毒。为了逼我就范，他们连父母留下的唯一房产都可以拿来当武器。这已经不是亲人，这是仇人。我意识到，我不能再这样消极的等待下去了。我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良心发现上，我必须主动出击，为自己的人生找到一条出路。我不能一辈子住在旅馆里，我需要一份工作，一个稳定的住所。
我打开手机，开始在招聘网站上搜索。我的履历是一个巨大的空白，38岁，没有正经的工作经验，脱离社会12年，这样的条件，想要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几乎不可能。我翻了很久，大部分的招聘要求我都无法满足，沮丧像潮水一样涌来。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一条招聘信息跳进了我的视线：高薪诚聘家庭护工，照顾独居老人，要求有耐心、有经验。护工这个词让我愣住了。过去的12年，我不就是在做这件事吗？只是我服务的对象是我的母亲，我没有薪水，也没有假期。我点开了那条信息，雇主是一位女士，她的父亲中风后半身不遂，需要一位有经验的护工进行24小时的全程照料，包吃包住，月薪8000。8000这个数字让我心跳加速，我颤抖着手拨通了上面的联系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对方的声音很温柔，他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你之前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吗？我犹豫了，我该怎么说？说我照顾了我瘫痪的母亲12年，这听起来更像是一个悲惨的故事，而不是一份专业履历。我深吸一口气，决定换一种方式。我曾经作为家庭主要看护人，全职照顾一位高位截瘫病人，长达12年。我熟悉病人日常的起居护理，包括擦身、喂食、更换尿布、处理褥疮等。我自学了专业的理疗按摩手法，可以帮助病人进行肌肉复健。我也负责病人的营养配餐以及日常的药物注射。对于突发情况，比如噎食、血压骤升，我也有一定的应急处理经验。我尽量用一种专业、冷静的口吻来陈述我的工作内容。我说完，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我心里有些忐忑。陈女士是吗？是的。您明天上午有时间吗？我们想跟您当面聊一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我有时间。我们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挂了电话，我激动得差点从床上跳起来。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将我12年的苦难转化为价值的机会，一个让我可以真正独立、开始新生活的机会。我走到镜子前，看着镜子里那个穿着红色大衣的自己，我为自己整理了一下头发，露出了一个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笑容。与此同时，在那个我离开了的家里，一场新的争吵正在爆发。卖房子，文涛，你疯了！我怎么疯了？是他逼我们的。他现在油盐不进，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还真以为我们没办法了。然后呢，把他吓回来。然后呢，文兰质问道：你卖了房子，我们住哪儿？妈住哪儿？最重要的是，他刚刚打电话说了，卖房子他要分钱，你给他钱，让他拿着钱在外面逍遥自在吗？文涛被问得哑口无言，他根本没想过这些，他只是想吓唬文静出一口恶气。坐在轮椅上的母亲听到他们要卖房子，也急了：不准卖，谁都不准卖，这是我跟你爸的家，你们谁敢卖，我就死在这里。客厅里乱成了一锅粥，威胁的武器在射向我之前，先在他们自己内部炸开了花。他们的联盟在绝对的自私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而我在挂断电话的那一刻，就已经将他们连同那栋房子一起抛在了身后。我的未来在明天，在那场决定我命运的面试里。第二天，大年初二，我起了个大早。虽然昨晚睡得很沉，但生物钟还是让我早早醒来。镜子里的我，精神状态比昨天好了很多，至少眼睛里有光了。我仔细的洗漱，把头发梳理整齐，然后穿上了那件崭新的红色大衣。我没有化妆品，但红色的衣服本身就是最好的气色。看着镜子里那个挺拔利落的自己，我深吸一口气，给自己加油。陈文静，你可以的。面试的地点在市中心一个高档小区，我提前半小时就到了。站在小区门口，看着那气派的大门和值守的保安，我才真切地感受到，我和过去的生活已经隔了千山万水。我给雇主李女士打了电话，很快她就亲自下来接我了。李女士看起来40岁左右，穿着得体的职业套装，气质优雅。她看到我，眼神里闪过惊讶。没想到应聘护工穿得如此郑重。陈女士你好，李女士您好。我握了上去，她的手温暖而有力。我们一起走进小区，小区的环境很好，绿树成荫，干净整洁，和我们家那个老旧的楼道里堆满杂物的居民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李女士的家在16楼，是一套宽敞明亮的大平层，装修是简约的现代风格，一尘不染。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阿姨给我倒了水。这是家里的保姆张姐，负责做饭和打扫。李女士介绍道。我点点头，朝张姐笑了笑。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一位老人，应该就是李女士的父亲林老先生。他坐在轮椅上，目光有些呆滞地看着电视，半边身体看起来有些僵硬。爸，这是来面试的陈阿姨。李女士轻声说。林老先生没有反应。李女士歉意地对我笑了笑。自从中风后，她就很少跟人交流了。我们坐了下来，面试正式开始。李女士没有问我学历，也没有问我之前在哪里工作，她问的问题都非常实际。陈女士，像我父亲这种情况，日常护理最需要注意什么？最重要的是3点。第一是预防褥伤，要保证每2个小时为他翻身一次，并且轻轻拍打背部和受压部位的皮肤，促进血液循环。床单要时刻保持干燥平整。第二是饮食，要以清淡
以香化的流食或半流食为主，少食多餐。喂食的时候要让老先生保持坐姿，速度要慢，防止呛咳。第三是康复训练，每天都要坚持给他活动关节，按摩萎缩的肌肉，防止关节僵硬和肌肉进一步萎缩。我一边说一边观察着林女士的表情，她听得很认真，不住的点头。如果病人突然发生呛咳、呼吸困难，你会怎么处理？立刻停止喂食，让病人身体前倾，用力拍打他的背部。如果无效，要立刻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同时会拨打120。您之前有过相关的经验吗？有，我照顾过一位高位截瘫病人，12年。我说出12年这3个字的时候，林女士的眼神明显变了，从审视变成了惊讶，最后是肃然起敬。她沉默了很久，然后她站起身，走到林老先生身边。爸，我们让陈阿姨试试帮您按一下腿，好不好？她像是在征求意见。林老先生依旧没什么反应。林女士对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我走了过去，蹲下身，轻轻地掀开盖在林老先生腿上的薄毯。他的左腿已经有了明显的肌肉萎缩，我将他的裤腿挽上去，伸出手，用我12年来早已熟练无比的手法，开始为他按摩，从大腿到小腿，再到脚踝。我的力道由轻到重，精准地寻找着每一个穴位。一开始，林老先生的身体是僵硬的，渐渐的，在他的腿，在我的按摩下，似乎放松了一些。就在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林老先生忽然转过头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神浑浊，却似乎有了光亮。然后他轻轻的了一声，虽然只有一个音节，但林女士的眼睛瞬间就红了。她激动地看着我，陈女士，我父亲他已经很久没有对外界做出过反应了。我停下手，站起身。老先生的身体需要的是耐心和专业的护理。林女士深吸一口气，像是做出了什么决定。陈女士，她看着我，我们不签试用合同了，我决定现在就正式聘用你，月薪1万，包吃住，每个月有4天带薪休假，您看可以吗？1万，这个数字像一道惊雷在我脑中炸响。我看着他，眼眶一热，差点掉下泪来。我用力地点了点头，可以。12年的苦难，在这一刻终于变成了被认可的价值。我的新生活开始了，我被录用了，甚至没有试用期。林女士的爽快让我有些措手不及，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局促。陈阿姨，您别紧张。她的称呼已经从陈女士变成了陈阿姨，显得亲近了许多。您刚才的专业表现让我非常放心。我工作很忙，经常出差，最需要的就是一位能让我把父亲完全托付的人。我相信您就是这个人。她的话给了我巨大的肯定。随后她带着我去了我的房间，房间就在林老先生卧室的隔壁，方便我夜里照看。那是一个独立的次卧，带着一个小阳台，房间不大，但收拾的窗明几净。一张1.5米的床，铺着干净的白色床品，一个衣柜，一张书桌，阳台上还摆着一盆绿萝。这里以后就是您的房间了，您有什么需要随时跟张姐说，家里的东西您都可以用，不用客气。我站在房间中央，看着这一切，有些恍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房间，一张柔软的床，一扇可以自由开关的门，这些最普通的东西，对我来说却像是奢望。你今天就可以搬过来吗？林女士问。我的行李很简单，只有一个包。我说那太好了，我下午正好有空，可以开车去帮您拿，不用麻烦了，我自己打车去取就行。我连忙拒绝，不麻烦。林女士坚持，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您别跟我见外。一家人这3个字让我心里一暖。在那个生我养我的家里，我从未感受过这样的尊重和平等，反倒是在一个陌生人的家里，我得到了，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下午，我跟着林女士的车回到了那个小旅馆。我拉着我那个小小的行李带出来时，林女士看到，眼神里闪过复杂的情绪，但她什么也没说。回到林家，我专门为林老先生做了一碗肉末蒸蛋，我一勺一勺耐心地喂他吃下，他很配合，一口都没有洒出来。林女士和张姐看着，脸上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吃完饭，我帮林老先生擦洗了身体，换上干净的睡衣，扶他上床躺好，然后我回到我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我将自己重重地扔在柔软的大床上，眼泪再也忍不住汹涌而出。这不是委屈的泪，是喜悦，是新生，是终于挣脱牢笼的释放。而在此时此刻，距离我10几公里外的那个老房子里，却是另一番天翻地覆的景象。要吃饭。文兰和文涛面面相觑，谁来做？文兰十指不沾阳春水，连厨房的煤气灶都不会开。文涛就更不用说了，在家就是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爷。2个人商量了半天，最后点了外卖，油腻的炒菜，辛辣的米粉，母亲根本吃不了。她看着外卖盒子，气得直接摔在了地上。你们就是想饿死我！你个畜生啊！2个人再次合力，手忙脚乱，差点把母亲从轮椅上摔下来。母亲吓得哇哇大哭，文兰和文涛也累得满头大汗，互相指责。到了晚上，更是一场灾难。母亲的纸尿裤湿了，需要换。这个任务比抱她上厕所更具有挑战性。文涛找借口躲进了房间，死活不出来。文兰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上。她打开柜子，找到了纸尿裤，却对着瘫在床上的母亲不知如何下手。那股复杂的气味让她急于作呕。她笨手笨脚弄了半天，不仅没换好，
还弄脏了床单。母亲被他折腾得浑身难受，不停地呻吟。最后，文兰彻底崩溃了，她扔掉手里的纸尿裤，冲出房间。文涛，你给我出来！这个家不止我一个人，妈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妈，给我出来！你有完没完？大过年的你怕什么风？母亲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吵闹声，闻着自己身上的异味，她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绝望和恐惧。她终于意识到，她失去的不是一个女儿，而是她的天，她的地，是她后半生唯一的依靠。他们折腾了一天一夜，身心俱疲，最后两个人瘫在沙发上，看着一片狼藉的家，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这件事必须解决。再这样下去，他们俩还有我妈都得疯。大年初三的早上，文兰顶着2个硕大的黑眼圈坐在沙发上，文涛也是一脸的萎靡不振。他们一晚上没睡好，母亲的呻吟声和他们自己内心的焦虑让他们备受煎熬。不行，必须想个办法。文兰率先开口，声音沙哑。能有什么办法？文涛烦躁地说。那个白眼狼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我们根本找不到他。文兰瞪了他一眼，找不到他，就得我们自己想办法。妈这个样子，我们俩谁都照顾不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请护工。护工这个词让文涛愣了一下。请护工那得多少钱？我怎么知道？打电话问问不就清楚了。文兰拿出手机，开始在网上搜索家政公司的电话。她找了一家看起来规模最大、最正规的。电话拨了过去。喂，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护工的服务。是这样，我母亲瘫痪在床，需要24小时的全程护理。电话那头的客服非常专业，详细询问了母亲的身体状况、自理能力以及家庭住址，然后给出了报价。女士您好，根据您说的情况，您母亲属于完全失能状态，护理级别是最高的，尤其现在是春节期间，护工的费用会上返。我们这边24小时住家护工的报价是12000一个月，另外每个月有4天休假。12000！文兰的声音瞬间拔高了8度。你们怎么不去抢？女士，这已经是春节的友情假了。专业的护理工作非常辛苦，尤其是照顾完全失能的老人，夜里也要起来好几次，非常熬人。我们的护工都是经过专业培训、持证上岗的。文兰失魂落魄地挂了电话，她看着文涛，嘴唇都在发抖。12000一个月。文涛也傻了，他1个月工资刨去房贷车贷，也就剩下几千块。文兰的家庭条件好一些，但她也要养孩子、还房贷。这也太贵了。文涛结结巴巴地说：“贵，现在知道贵了。陈文静免费给我们家当了12年的保姆，我们谁给过她1分钱？1年就是144000，12年就是170多万，还不算吃穿用度，不算她自己搭进去的时间和精力。”这个数字像一颗炸弹，在文涛的脑子里轰然炸开。他从来没有算过这笔账，他一直以为姐姐照顾母亲是天经地义的，现在他才明白，那不是天经地义，那是他们所有人欠下的一笔巨额债务。沉默，死一样的沉默。过了很久，文涛才艰难地开口：“那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我们俩1人1半，1人6000。我没那么多钱。”文涛立刻反驳：“我每个月就那么点工资，我怎么拿得出6000？你拿不出，我就能拿得出吗？文涛，我告诉你，这件事没得商量。要么你把妈接到你那儿去，你亲自照顾；要么你就乖乖掏钱。”2个人为了钱再次吵得不可开交，而我在他们为了每月12000的护工费吵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正在我的新房间里整理着我的新生活。李女士给了我2000块钱，让我去买些换洗的衣服和生活用品。她说这是公司预支给我的工资，但我知道这是她的一片心意。我拿着这笔钱，第一次走进了一家大型超市。我给自己买了新的毛巾、新的牙刷、新的睡衣，还买了一套基础的护肤品。当我站在镜子前，将水乳轻轻拍在脸上时，我看着镜子里那个渐渐恢复神采的自己，心里无比平静。中午，我用邻家的厨房给林老先生炖了清淡的鱼汤。张姐在一旁看着，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小陈，你可真能干，比我这个老保姆都强。下午，我推着林老先生在楼下的小花园里散步，冬日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身上，很舒服。林老先生虽然不能说话，但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很好。我指着花园里的花草，轻声地讲给他听。这是腊梅。他偶尔会眨眨眼，像是在回应我。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接起来，是文兰，她的声音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疲惫和妥协。我们愿意出钱了，你回来吧，我们每个月给你5000块钱，怎么样？5000块，他们吵了半天，大概是觉得用这个价格可以把我请回去，比12000的护工便宜了1半还多。在他们眼里，我永远是那个可以打折的廉价劳动力。我听着电话，看着眼前安详的林老先生和这片宁静的花园，我笑了，发自内心的笑了。我的声音很轻，却带着无比的坚定。姐，你好像还是没明白，我跟你们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因为我已经找到新工作了。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死寂，我甚至能听到文兰因为震惊而变得粗重的呼吸声，她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充满了难以置信。新工作？你别在这里跟我说笑话，你都跟社会脱节12年了，谁会要你？
你连电脑都不会用，你出去能干什么？他的话充满了根深蒂固的鄙夷，在他眼里，我就是一个被时代淘汰的一无是处的家庭妇女。我没有生气，我只是觉得可笑。姐，你说的没错，我的确脱节了，但这12年也没闲着，我照顾了一个瘫痪在床、完全不能自理的病人12年，这就是我最好的履历。至于你说的5000块钱，我顿了顿，然后用最平静的语气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抱歉，我看不上，因为我现在的月薪是1万。什么？文兰的声音尖锐的几乎要刺破我的耳膜，她失态了。那个永远保持着优雅和体面的文兰彻底失态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她歇斯底里的叫着：“谁会给你开这么高的工资？你以为你是谁？金牌护工吗？”我轻笑一声：“你猜对了，我现在雇主就是觉得我足够专业，值得这个价钱。不仅如此，我还包吃包住，住的是带阳台的单人卧室，吃饭有专门的保姆做。”我每说一句，电话那头的呼吸就急促一分。每个月还有4天带薪休假。电话那头彻底没了声音，我知道他被我击溃了，他用来拿捏我的所有筹码、亲情、住所、金钱，在这一刻全部失效。我甚至能想象出他此刻的表情，脸色煞白，眼神空洞，摇摇欲坠。我最后开口，声音里不带感情：“姐，我的人生从今天起我自己负责，妈是你们的责任，也是我的责任。过去12年，我替你们尽了责，现在轮到你们了。是请1万2的护工，还是你们自己来？你们自己决定，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说完，我便挂断了电话，然后将这个号码也拖进了黑名单。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感觉胸口压了12年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被彻底搬开了。我转过身，看到林老先生正看着我，他的眼神似乎比刚才清亮了一些。我朝他笑了笑：“林老先生，您的气色看起来不错。”而在那个家里，文兰失魂落魄的放下手机，文涛急切的凑过来：“怎么样？他怎么说？”文兰没有看他，她呆呆的望着前方，像是丢了魂一样。过了好久，她才喃喃自语：“他找到工作了。”什么？文涛没听清。我说他找到工作了。文兰猛地抬起头，眼睛通红的看着他。也是做护工，月薪1万，包吃住，还有带薪假。文涛整个人都懵了，他张着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这个消息比护工要1万2，更让他感到震惊和恐慌。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陈文静，那个他们以为可以随意拿捏的姐姐，那个他们觉得离了家就活不下去的姐姐，不仅活下去了，而且活得比他们想象中好得多。她彻底失控了。文涛一屁股瘫坐在沙发上，眼神绝望。完了，这下彻底完了。躺在房间里的母亲将他们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月薪1万，这4个字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烙在他的心上。嫉妒、愤怒，还有前所未有的恐惧，瞬间将他吞噬。他那个任劳任怨的女儿，怎么敢？他怎么赶不上比自己好的生活？我要让他付出代价！用尽全身力气，将床头柜上的水杯扫到了地上。啪的一声脆响，清脆的碎裂声将文兰和文涛从震惊中拉回了现实。他们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慌乱。两个人冲进母亲的房间，只见母亲满脸涨红。把他给我找回来，马上！那个白眼狼，他敢去伺候别人，就是不伺候我这个亲妈，这是不孝！我要去告他，让他身败名裂！他用命令的语气吼道，他的话充满了无能的狂怒。文兰和文涛看着他，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找回来？怎么找？人家现在过得比谁都好，凭什么回来？告他？告他什么？告他不履行赡养义务吗？可是他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案，是他们自己不接受，闹上法庭，丢人的只会是他们自己。妈，您先别激动。文兰上前试图安抚他，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们还是先商量一下，接下来怎么办？你们是死的吗？你们两个，一个是我女儿，一个是我儿子，你们倒是想办法呀！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他们身上。文兰被他吵得头疼欲裂。现在只有2条路，要么我们俩凑钱请个护工，要么你把工作辞了，回来照顾妈。文涛一听，瞬间就炸了。我一个大男人怎么照顾妈？再说我辞了职，我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啊！文兰冷笑。那我呢？我也有我的工作，我的家庭，难道我就该辞职吗？文涛咬着牙说。那就请护工。好，请护工，1个月1万2，我们俩一人一半，6000。文兰盯着他，你现在立刻马上转6000块钱给我。文涛的脸瞬间垮了下来，他的眼神开始躲闪。我这个月手头紧。文兰的声音陡然拔高。文涛，你别给我来这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攒了多少私房钱。今天这钱，你掏也得掏，不掏也得掏。眼看两个人又要吵起来，文涛眼珠一转，忽然想到了什么。姐，请什么护工啊？那不是浪费钱吗？咱们把妈送养老院去不就行了？文兰愣住了，连正在哭闹的母亲也停了下来，两个人都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他。我打听过了，有那种便宜的，1个月3、4千块钱，还包吃住，我们俩一人出2000，不就解决了吗？
多省心啊！他算盘打得噼啪响，却没注意到母亲的脸色已经变得惨白如纸，文兰的声音都在发抖。便宜的养老院，文涛，你知不知道那种地方是什么样的？一个护工要管10几个老人，住的是潮湿的地下室。你想让妈去那种地方等死吗？传出去，我们俩还要不要做人了？那能怎么办？我就是没钱。反正我不管，我没钱请贵的护工，也辞不了职。文兰气得浑身发抖，而躺在床上的母亲将他们的对话一字不落地听了进去。便宜的养老院，等死，这几个字像一把把锋利的尖刀，狠狠地扎进他的心里。他一直以为自己是这个家的中心，是2个孩子争相孝顺的太后，直到此刻，他才终于看清了现实。在小儿子眼里，他只是一个累赘，一个可以用3、4千块钱就打发掉的累赘。所以你们是真的要把我送进养老院？他想起了那些关于养老院的可怕传闻。不，他不要去那种地方，他不要。他发出一声凄厉到不似人声的尖叫，然后两眼一翻，头一歪，直接晕了过去。文兰和文涛大惊失色，扑了过去。家里瞬间乱成了一锅粥，推搡、叫喊，还有拨打120的惊慌声，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他们亲手种下的因，终于结出了最苦涩的果。与那个家里的鸡飞狗跳、一地鸡毛相比，我的世界安静、有序，充满了阳光。我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工作和生活，或者说，这根本不需要适应，因为我做的还是过去12年里每天都在重复的事情：擦身、喂饭、按摩、翻身。不同的是，我的付出在这里得到了尊重和认可。谢谢你，今天辛苦了。最近吃的还习惯吗？夜里冷，被子够不够？他甚至会和我讨论林老先生的康复计划。你经验多，你觉得这样调整行不行？可以，这样对恢复更有利。张杰也是个很和善的人，我们很聊得来，他会跟我讲他老家的趣事，会教我怎么用手机购物，我们像姐妹一样。林老先生虽然不能说话，但他是一个非常体面的老人，他从不无理取闹。每次我帮他护理完，他都会用那双清亮的眼睛看着我，轻轻地眨一下，像是在对我说谢谢你。我能感觉到他的身体在一天天好转，他的眼神越来越有神采，他僵硬的肢体在我的按摩下也变得柔软了一些。有一天下午，我给他喂水果泥，他忽然用他那只还能动的手轻轻地碰了碰我的手背，那个动作很轻很慢，但我却瞬间红了眼眶。这是认可，是信任，是无声的感激。我照顾了我母亲12年，她从未给过我这样的肯定，她给我的只有挑剔、指责和理所当然。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血缘并不能决定亲情，人心才可以。林女士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激动，当天晚上她就给我转了一个2000块的红包。陈阿姨，这是奖金。您来了之后，我爸的状态比以前好太多了，真是太谢谢您了。拿着手机看着账户里多出来的钱，我的心里第一次有了踏实的感觉，这是我靠自己的劳动光明正大挣来的钱，每一分都干净，都值得。周末我迎来了我12年来的第一个假期，林女士和张姐都劝我出去逛逛，放松一下。我换上那件红色的大衣，走出了小区。我漫无目的地走在繁华的街道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店，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出生的婴儿，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我走进一家书店，在里面待了一整个下午。我买了一本老年病护理学，还买了一本我很早以前就想看的小说。然后我找了一家咖啡馆，点了一杯拿铁，一块提拉米苏，坐在靠窗的位置，一边看书，一边品尝着这久违的甜。阳光透过玻璃窗，暖暖地洒在我的身上，咖啡的香气混合着书本的墨香。那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幸福。我的人生终于不再是灰暗的，它有了色彩，有了香气，有了甜味。我掏出手机，给自己拍了一张自拍。照片里，我虽然素面朝天，但眼神明亮，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我将这张照片设置成了我的微信头像，然后我打开了那个被我屏蔽了很久的家庭群。我想，是时候让他们看看我现在的样子，让他们知道我离开了他们过得有多好。这也是我反击的一部分，无声的却最致命。母亲晕倒了，第一次以如此脆弱的姿态倒在了他们面前。文兰和文涛彻底慌了神，他们从未想过母亲真的会有事。在他们心里，母亲的病是文静的事，母亲的健康是文静的责任，他们只是偶尔回来探望的客人。现在主人倒下了，负责兜底的人却走了，他们成了第一责任人。打120！文兰的声音尖锐，文涛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手指抖得连号码都按不对。家里乱成一团，救护车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冰冷的医院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刺鼻。文兰和文涛坐在长椅上，像2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周围是来来往往的病人和家属，每个人都行色匆匆，面带焦虑。这种人间疾苦的场景，他们已经12年没有亲身体会过了。过去，但凡母亲有任何头疼脑热，都是文静一个人背着她挤公交、挂号、排队、缴费，他们只需要在电话里不痛不痒地问一句妈怎么样了，然后心安理得地继续自己的生活。现在报应来了，急诊室的门被推开，一个戴着口罩的医生走了出来，表情严肃。谁是病人家属？医生看了他们一眼，眉头皱得更紧了。医生，我妈她怎么样了？高血压、高血脂，长期营养不良，轻微脱水。2个人松了一口气，但医生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们如坠冰窟。但病人的情况不容乐观，你们做子女的是怎么照顾的？医生的声音不大，却像一记记重锤砸在他们心上。文兰下意识的想反驳：“医生，平时不是我们照顾的。”他的话说了一半，又咽了回去。他没脸说出口。情绪剧烈刺激诱发脑梗，他现在需要立刻住院接受治疗。你们谁去办一下住院手续？文涛像个木头一样杵在那里，文兰只好硬着头皮拿着一堆单子去排队缴费。看着缴费窗口那长长的队伍，看着显示屏上滚动的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花钱如流水。仅仅是急救和各项检查就已经花掉了好几千，住院的押金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刷卡的时候心都在滴血，这些钱原本都该是文静出的，因为文静会用她自己的方法省下来，她会自己给母亲按摩，而不是去做理疗，她会自己学着配营养餐，而不是去买昂贵的营养液。原来他们这些年心安理得的生活，是建立在另一个人的痛苦和牺牲之上，是建立在文静被榨干的青春和血汗之上。回到病房，弄好了。文涛正坐在床边玩手机，头也不抬地问：“文涛，你就不能帮帮忙吗？我一个人跑上跑下，你就在这里心安理得的玩手机？我能帮什么？我又没钱。”文涛不耐烦地回了一句，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文兰，两个人再次争吵起来。吵到一半，文兰的手机响了，是一个亲戚发来的微信，分享了一个家庭群里的消息。文兰烦躁地点开，然后他整个人都僵住了。那个家庭群是他们家的一个远房亲戚群，文静也在里面。就在十几分钟前，文静换了微信头像，那是一张自拍，照片的背景是一家装修精致的咖啡馆。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他身上，给他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他穿着一件崭新的红色大衣，衬得他气色极好。他手里端着一杯拿铁，嘴角带着一抹浅浅的发自内心的笑容，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松弛感。照片里的他容光焕发，美丽的有些刺眼。这张照片和此刻站在医院走廊里面容憔悴满身戾气的文兰，和那个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的母亲，形成了最残忍也最讽刺的对比。文涛看他脸色不对，文兰，你没事吧？当他看到那张照片时也愣住了，然后一种比愤怒更强烈的名为嫉妒的情绪瞬间吞噬了他。太过分了，这个贱人！他咬牙切齿地骂道：“妈在这里住院，他还有心思在外面放松，怎么能这样不顾家里？”心里的某个角落有什么东西彻底扭曲了。他不恨文静的离开，他恨的是文静的离开后竟然过得这么好。凭什么？凭什么他在这里焦头烂额，为钱发愁？凭什么他要面对母亲的病痛和死亡的威胁，而那个罪魁祸首却可以在阳光下笑得那么灿烂？不公平，这太不公平了！一种恶毒的念头像毒蛇一样从他心底最阴暗的角落里缓缓地钻了出来。你不是想过好日子吗？陈文静，我偏不让你如愿，我要毁了你，我要让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全都化为泡影，我要让你跪着回来求我们。母亲醒了，在重症监护室里躺了1天1夜后，她终于睁开了眼睛。她的身体还很虚弱，半边身子动弹不得，口齿也不太清晰，但她的眼神却充满了怨毒。她醒来后，看到守在床边的文兰和文涛，说的第一句话不是问自己的病情，而是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嘶吼着一个名字：陈文静。那个畜生，他人呢？文兰，文兰立刻握住他的手，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她演得声情并茂：“妈，您别激动，他是不是走了？妈，您别怪姐。”文兰一边劝一边不动声色的把那把最锋利的刀子递了过去。他昨天还发了朋友圈，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呢，看起来心情很不错。他把手机递到母亲面前，那张刺眼的红色身影瞬间点燃了母亲眼中所有的恨意。啊！母亲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胸口剧烈地起伏着。监护仪上的数据开始疯狂地跳动，医生和护士立刻冲了进来，病房里又是一阵手忙脚乱。看着这一切，文兰的嘴角露出笑意。计划开始了，他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将母亲彻底变成一个受害者，一个被大女儿抛弃、气到中风的可怜母亲。而他和文涛则是守护在母亲身边、无助又孝顺的孩子。至于文静，就是那个罪大恶极、冷血无情的施暴者。他拿出手机拨通了姑姑的电话，电话一接通，他就先哭了起来。喂，姑姑，怎么了？这是兰兰，你别哭，出什么事儿了？我妈她住院了。文兰用一种悲痛欲绝的语气将事情的真相添油加醋地讲了一遍，她绝口不提他们是如何挑衅文静的。对不起，我现在在重症监护室门口，她还发朋友圈在外面放松，一点都不管我妈的死活。姑姑，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医药费这么贵，我和文涛也快撑不住了。我妈她天天在病床上喊着姐的名字，再这样下去，我怕她撑不住了。字字泣血，句句诛心。姑姑听完勃然大怒，这个陈文静真是反了天了，她这是要逼死你妈，简直是猪狗不如。兰兰，你别怕，这件事我们这些做长辈的不能不管，我马上给你那些叔叔伯伯打电话，我们一定要让他给个说法。第一个盟友到手。
文兰又用同样的方式给家里所有的亲戚都打了一遍电话。她很聪明，她从不直接要求他们做什么，她只是哭诉卖惨，然后不动声色的将文静推到所有人的对立面。一时间，整个家族都被这个消息引爆了。那些整个家族都被这个消息引爆了。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叔伯姑嫂、表哥表姐，全都义愤填膺起来。在他们眼里，事实的真相根本不重要，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肆意批判和审判别人的机会，而文静就是那个最完美的靶子。不孝女、白眼狼、冷血动物，各种难听的标签被他们毫不留情地贴了上来。一张无形的、用亲情和道德编织而成的大网正在悄然张开，而文涛则负责在社交媒体上造势。他拍了一张母亲躺在病床上插着各种管子的照片，发到了朋友圈，配文是：母亲病重，急需亲人照顾，奈何人心不古，血脉凉薄，只愿苍天有眼，能换回良知。他没有指名道姓，但所有认识他们家情况的人都看得懂。这条朋友圈下面很快就挤满了同情和慰问，当然还有对那个凉薄之人的谴责。他们兄妹俩一唱一和，配合的天衣无缝。他们要做的就是把事情闹大，大到让所有人都知道陈文静是一个怎样不孝的女儿。他们要让文静在所有亲戚朋友面前都抬不起头来，他们要动用舆论的力量去绑架她，逼迫她。文兰看着手机里亲戚们发来的那些同仇敌忾的信息，我就不信他能扛得住这么多人的劝说。等他的新雇主知道了这件事儿，看他还怎么安心工作。到时候他工作没了，名声也臭了，还不是得乖乖滚回来？他已经预见到了文静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凄惨下场，脸上露出了快意的笑容。这就是你跟我斗的代价。外界的风暴愈演愈烈，而身处风暴中心的我却一无所知，或者说我知道，但我不在乎。我的新生活已经步入了正轨。李女士是一个非常尊重员工隐私的雇主，她给了我足够的个人空间，工作之外的时间我可以自由支配。我用我的第一笔奖金给自己报了一个线上的会计初级课程。这12年，我虽然与社会脱节，但我的脑子没有生锈。照顾母亲的间隙，我把家里的每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对数字天生就有一种亲切感。我不想一辈子都做护工，这份工作是我走出困境的跳板，但我的未来应该有更多的可能性。每天晚上等林老先生睡下后，就是我自己的学习时间。我坐在书桌前，戴上耳机，听着网课老师的讲解，做着笔记，那种重新汲取知识的感觉让我感到无比的充实和满足。我的世界不再只有日常照料与3餐琐事，它变得开阔，变得立体，变得充满了希望。林老先生的身体恢复得很好，他已经可以在我的搀扶下站立一小会儿了。医生来复查的时候都觉得这是一个奇迹。他说这离不开护理人员专业的、精心的照料。林女士听了非常高兴，她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感激和信任。陈阿姨，等我爸再好一些，我想带他出国去疗养一段时间，到时候您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吗？所有的费用都由我们来承担。林女士听了非常高兴，她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感激和信任。陈阿姨，等我爸再好一些，我想带他出国去疗养一段时间，到时候您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吗？所有的费用都由我们来承担。出国这个词对我来说就像天方夜谭一样遥远，我愣住了，看着林女士真诚的眼睛，我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走到阳台接了起来。喂，陈文静吗？电话那头是一个带着浓重口音的中年男人的声音，是我二叔，一个我只在父亲葬礼上见过一面的亲戚。二叔？我有些意外。你还知道我是你二叔啊？他的语气充满了兴师问罪的意味。我问你，你妈住院了，你知道吗？她被你气得中风了，现在还躺在医院里，你知道吗？他的声音很大，隔着电话都能感觉到他喷溅的唾沫星子。我沉默地听着，没有愤怒，也没有悲伤，心里一片平静。我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说完了吗？等他骂累了，喘着粗气的时候，我淡淡的开口。我的平静似乎让他更加愤怒了。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二叔，第一，我妈中风不是我气的，是文涛说要送她去便宜养老院，他急火攻心。第二，我没有不管她，我给出了2个解决方案，轮流赡养或者集资送去好的养老机构，是文兰和文涛不同意。第三，我照顾了她12年，仁至义尽，现在轮到他们了，我言尽于此。如果你打电话来，只是为了转述他们的谎言，然后骂我一顿，对不起，我没时间奉陪。说完，我直接挂了电话，然后拉黑，动作一气呵成。挂了电话，我并没有感到轻松，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他们已经发动了所有的亲戚来对我进行围剿。果然，接下来的2天，我接到了无数个陌生号码的来电，有我叫不出名字的表叔，有我记不清长相的堂嫂，他们每一个人都用着同样的高高在上的语气，说着同样的颠倒黑白的说辞，对我进行着同样的毫无意义的道德审判。我没有再跟他们争辩，我只是接一个挂一个，拉黑一个，直到最后我的手机彻底清静了，但我的心里却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平静。他们的话虽然伤不到我，但却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
让人心烦。我怕他们会找到这里来，我怕他们会打扰到林女士一家的生活，我怕这份我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安宁会被他们亲手毁掉。那天晚上，他主动找到了我，他给我倒了一杯热牛奶。陈阿姨，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看着他关切的眼神，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选择将我的事情简略地告诉了他。我隐去了那些最不堪的细节，只说因为赡养母亲的问题和弟弟妹妹产生了一些分歧，他们现在可能会找一些亲戚来给我施加压力。我低着头，我很抱歉，林女士，我担心他们会打扰到您和林老先生。林女士听完，沉默了片刻，她没有追问我的家事，她只是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陈阿姨，我跟你说过，我们是一家人。陈阿姨，我跟你说过，我们是一家人，这里就是你的家，家是用来保护家人的，不是吗？这个小区的安保是全市最好的，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都进不来。如果有人在楼下骚扰你，你可以直接让保安处理。如果他们找到我的公司，我的法务部不是吃素的。陈阿姨，你什么都不用怕，你只需要安心的在这里做好你的工作，过好你的生活。天塌下来，有我给你顶着。那一刻，我看着眼前的这个女人，这个与我非亲非故的女人，眼泪瞬间模糊了我的视线。这就是我的堡垒，一个用尊重、信任和善意为我搭建起来的宁静而坚固的堡垒。他们想用片面的道德指责给我施加压力，却不知道我已找到了尊重与善意，让我更有底气面对问题。我擦干眼泪，点了点头，心里前所未有的安定。暴风雨来吧，我准备好了。亲戚们的电话骚扰在持续了3天后终于停歇了。我以为他们已经黔驴技穷，是我低估了人性之恶。他们没有放弃，他们只是在酝酿一场更大的也更恶毒的风暴。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我正推着林老先生在客厅里做着简单的站立训练。林女士的公司前台忽然打来了电话，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紧张。林总，楼下有一群人说是要找您公司的陈文静，他们还举着标语，情绪很激动。林女士的眉头瞬间就皱了起来，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没有丝毫责备，只有询问。我心里咯噔一下，该来的还是来了，让他们上来吧。林女士的声音冷静的可怕，把他们带到3号会议室。另外，让法务部的王律师和保安队长老张一起过去。挂了电话，她转向我，陈阿姨，你别怕，跟我一起下去看看。我点了点头，心里反而平静了下来。躲是躲不掉的，那就正面对决吧。我和林女士一起走进了3号会议室，推开门的一瞬间，我看到了那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孔。为首的是我姐文兰和我弟文涛，他们俩的脸上带着一种扭曲的悲愤的表情，像是正义的化身。在他们身后站着我那个嗓门最大的二叔，还有几个我叫不上名字的远房亲戚，他们手里还真的拉着一条白底黑字的横幅，上面写着不孝女陈文静抛弃病母，天理难容，真是可笑。他们以为这里是他们家的村口吗？可以在这里胡搅蛮缠，审判任何人。看到我进来，文涛第一个冲了上来，他指着我的鼻子就要开骂。陈文静，你这个……这位先生，请你注意你的言辞。一个冰冷的声音打断了他，是跟我们一起进来的王律师。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看起来文质彬彬，气场却无比强大。在开口前，我提醒各位，这里是私人办公场所，你们的行为已影响公司正常办公，我们将依法维权。你们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录音。如果对我的当事人陈文静女士构成诽谤，我们会立刻提起诉讼。王律师的话像一盆冰水兜头浇下，那几个亲戚瞬间就蔫了，他们大概一辈子都没跟律师打过交道。文涛也愣住了，涨红了脸，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还是文兰反应快，她立刻换上了一副渲然欲泣的表情，看向林女士。这位领导，您别听他胡说，我们不是来闹事的，我们是来求您给我们一个公道的。她开始声泪俱下的控诉我的罪行，把之前那套颠倒黑白的说辞又添油加醋的讲了一遍。我们知道他现在是您的员工，可您知道吗？他是为了您这1万块钱的工资，才抛弃了我们在医院里生命垂危的亲生母亲。您也是有父母的人，您能容忍这样道德败坏的人在您身边工作吗？您把他留在这里，就是助纣为虐啊！他的话说得慷慨激昂，悲愤交加，仿佛我是一个自私的罪人，而林女士就是那个包庇罪人的帮凶。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威胁林女士，让她迫于舆论压力把我开除。他太天真了。林女士静静地听他说完，脸上连波澜都没有。等文兰哭够了，表演完了，林女士才缓缓开口，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千钧之力。说完了吗？她环视了一圈众人，目光最后落在文兰和文涛的脸上。首先，陈阿姨是我公司的员工，她的专业能力我非常认可，我聘用她是因为她的价值，而不是她的家世。其次，你说她为了钱抛弃母亲，林女士的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笑。据我所知，在过去的12年里，陈阿姨无偿为你们的母亲提供了24小时的全天候护理，按照市场价，
高级护工的月薪至少在1万以上，12年，总价值超过150万。我想请问一下在座的各位，这12年里，你们为这位老人支付过1分钱的护理费吗？你们又为陈阿姨发过1分钱的工资吗？他的问题像一把锋利的刀子，精准地扎进了他们最虚伪、最要害的地方。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文兰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像是被人当众扒光了衣服。你们没有，你们不仅没有，还在心安理得的享受着他的牺牲。现在他只是想拿回自己的人生，靠自己的专业技能去赚取一份应得的报酬，你们就跳了出来，给他扣上不孝的帽子。你们有什么资格嫉妒他过得比你们好？还是害怕再也没有免费的保姆可以供你们压榨了？林女士的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把他们那点阴暗龌龊的心思全都摊在了阳光下。文兰和文涛被说得体无完肤，摇摇欲坠，那几个跟来的亲戚也早就没了气焰，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最后，我再强调一遍，林女士的眼神瞬间变得凌厉。这里是我的公司，陈阿姨是我的员工。以后谁要是再敢来这里骚扰她，或者在外面散播任何对她不利的谣言，我的律师函会第一时间送到各位府上。老张，到。送客。他们像一群斗败的公鸡，被保安请了出去，狼狈不堪。我看着他们灰溜溜的背影，心里没有快意，只有一片虚无的悲哀。我们之间的误会与伤害，让亲情走到了尽头，今后各自安好，依法尽责。公司的闹剧成了一个压垮骆驼的最后的稻草。文兰和文涛彻底失败了，他们用尽了所有的手段，亲情绑架、道德审判、舆论施压、当面对质，但他们所有的武器，在我坚固的堡垒面前都变得不堪一击。他们终于意识到一个残忍的现实：陈文静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任由他们拿捏的软柿子了。他的人生，他们再也无法插手；他们的生活，却因为我的离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母亲的住院费每天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重症监护、各种药物、康复治疗，每一项都是一个吞金的无底洞。他们俩的积蓄在医院的缴费窗口前迅速见了底。母亲的病情虽然稳定了下来，但后遗症很严重，半身不遂，语言功能也受到了影响。医生说，老人需要长期专业康复护理，不然情况会恶化。这意味着他们要面临2个选择，要么花大价钱请一个专业的护工，要么他们中的一个人必须辞掉工作，全职照顾。无论哪一个选择，对他们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钱他们没有，时间他们更没有，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愿意付出。医院的病房里，争吵成了每天都在上演的戏码。他们为了谁该多出点钱吵，为了谁该多在医院守一会儿吵。母亲躺在病床上，听着他们的争吵，看着他们互相推诿的嘴脸，她的眼神从最初的愤怒渐渐变成了麻木，最后是彻底的绝望。他终于明白，他引以为傲的儿子，他百般疼爱的女儿，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他们爱的从来都不是他这个母亲，而是那个能给他们带来利益，能让他们心安理得的孝子名声。当他变成一个需要他们付出真金白银和时间的累赘时，他们就露出了最自私、最冷漠的真面目。有一天，文涛又因为钱的问题和文兰吵得不可开交，他甚至口不择言地吼道：“这钱花的没完没了，我们实在扛不住了，能不能找个便宜点的地方先安顿着？”这句话像一把匕首，狠狠地插进了母亲的心脏。那天晚上，母亲情绪崩溃，拒绝配合治疗。幸好被查房的护士及时发现了。阿姨，你冷静一点，没事的啊。但这件事彻底吓坏了文兰和文涛，他们害怕了，他们怕母亲真的会死在他们手里，他们怕自己真的会背上逼死亲妈的罪名。走投无路之下，他们做出了最后的选择：买房子。这一次不是为了威胁我，而是为了自救，那是他们唯一值钱的家当了。卖了房子，才有钱给母亲治病，才有钱把她送去一个好一点的养老机构，才能把这个烫手的山芋甩出去。几天后，我接到了文兰的电话，她的声音听起来像是老了10岁，充满了疲惫和沙哑。文静，我们要卖房子了，妈的情况很不好，我们需要钱，你能不能回来一趟签根字？我听着心里没有丝毫波澜。可以，我平静地回答，但是我不会亲自回去，我会委托我的律师全权处理这件事。房子卖掉之后，属于我的那1/8，请直接打到我的账户上。至于剩下的钱，你们怎么处理，都与我无关。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最后文兰只说了一个字：好。那个家，那个承载了我12年噩梦的地方，终于要从物理意义上彻底消失了。我没有感到一毫的留恋，我的人生早已翻开了新的篇章。我顺利地通过了会计初级课程的考试，林女士知道了，非常支持我，她甚至主动提出，等林老先生身体再好一些，可以推荐我去他公司的财务部实习。陈阿姨，你是一个值得拥有更好未来的人。林老先生也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扶着他在阳台上晒太阳，他忽然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含混不清的对我说出了2个字：是。那一刻，我
我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有了回响。那段时间，律师帮我处理着卖房子的事宜，我的生活一如既往的平静而充实。学习、工作、照顾林老先生，看着窗外的云卷云舒，我偶尔会想起他们，想起那个正在以一种最惨烈的方式分崩离析的家。我没有同情，也没有幸灾乐祸，我只是一个旁观者，冷眼看着他们为自己过去12年的自私和冷漠付出最沉重的代价，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房子很快就卖掉了，比我想象中还要顺利。买家是一对准备结婚的年轻情侣，他们看中了房子的地段和学区，很快就付了全款。律师办完所有的手续后，一笔不大不小的钱打进了我的银行账户，那是我应得的1/8，也是我与那个家最后的一点联系。至此，尘归尘，土归土，两清了。文兰和文涛用卖房子的钱支付了母亲高昂的医疗费，然后把她送进了一家全市最好的康复型养老院。据说那里的环境很好，护理人员也很专业，每个月的费用是一个天文数字，足以耗光他们卖房后剩下的所有钱。他们终于用一种他们最不情愿的方式履行了他们做子女的义务，用钱买断了责任。我听说他们只在把母亲送去的那天露了一面，之后他们就很少探望。他们又回到了自己忙碌的生活中，仿佛那个躺在养老院里日渐枯萎的女人与他们毫无关系。而我用我拿到手的第一笔巨款，在李女士家附近的一个小区租了一套小小的单身公寓，一室一厅，带着一个朝南的阳台。我不需要再住在雇主的家里，我有了一个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小小的家。李女士非常支持我的决定，我给你涨了工资，改成白班通勤，晚上回自己家就好。我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来布置我的新家，我买了新的床品、新的窗帘，还在阳台上养了好几盆我喜欢的花。当我拿到公寓钥匙，第一次打开那扇门时，我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看着午后的阳光洒满整个地板，眼泪无声的滑落。38岁有家了，一个只属于我陈文静的家。那天晚上，我坐在我的新书桌前，桌上亮着一盏温暖的台灯，我摊开一个崭新的笔记本，提笔写下了一封信，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亲爱的妈妈，你好。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在哪里，是在那间昂贵的养老院里，看着窗外的日落吗？还是在某个午夜梦回时，会偶尔想起你还有一个叫文静的女儿？我曾经很爱你，也曾经很恨你。我恨你的偏心，恨你的刻薄，恨你把我12年的青春当成理所当然的祭品。但现在我不恨了，我只是觉得你很可怜。你用一生去索取爱，却从来不懂得如何去爱别人。你把掌控别人当成自己存在的唯一价值，最后却落得一个众叛亲离的下场。这是你的悲剧，但不是我的。我的人生不能再为你陪葬了。我走了，不是抛弃你，而是放过我自己。至于文兰和文涛，我同样也不恨他们。他们用12年的时间逃避责任，却不知道所有逃避的最终都要加倍偿还。未来的几十年，他们都会被你这个昂贵的责任牢牢地捆绑住。他们会为你花光积蓄，会为你争吵不休。他们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心安理得地过着自己的生活。而我很好，我有了新的工作、新的朋友、新的家，我还在学习新的知识。我看到了一个过去12年里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崭新的世界。我的人生不再是一潭死水，它开始流动，开始充满了阳光和可能性。所以不要再咒骂我了，也不要再试图用母女亲情来绑架我。从我走出那个家门的一刻起，你就只是生下我的那个人。我们之间那些伤害与亏欠到此两清，我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我不恨了，也不回头。你有你的余生，我有我的前路，我们两清各自安好。愿你在剩下的日子里能够得到安宁，也愿我在未来的岁月里能够活出真正的自己。再会。我写完最后一个字，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仿佛将积压在心里12年的所有情绪都随着这些文字流淌了出来。我把信纸撕得粉碎，扔进了垃圾桶，然后我站起身，走到阳台，推开窗，城市的夜景在我眼前铺开，晚风吹来，带着凉意，却无比清醒。我看着远方的万家灯火，轻轻地对自己说：我叫陈文静，今年38岁，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